边，好，纯水解离。好，第一个你看这边，如果我先问你个问题哦，纯水可不可以导电？不行，所以第一下哦，纯水是不导电的哦。哦，纯水是不导电的，把它写上去，纯水不导电。好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把纯水里面呢加上了某一些物质，就会可能形成导电的状况。好，那第一个我们先记一下，就是在25度 C 1公升的这个纯水呢，会有，把它写上去，会有10的负7次方摩的水。好，也就是说这边有没有？这边写给你，就是这里有没有是 H2 哦，有看到吗？然后这边呢，你把它记下来，它会解离成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。然后这两个呢都是多少？都是10的负7次方摩。好，把它写上去，它会自动解离成这样子，两个都是10的负7次方。好，然后第一个呢，你要学会的东西是这个符号是什么东西？好，什么是 H 正？然后中括号，它指的就是氢离子的摩尔浓度。然后如果这写是 OH 负呢，指的是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浓度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你把它圈起来，把它打星号，打5颗星。25度 C 的纯水当中呢，氢离子的摩尔浓度跟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浓度呢，都是10的负7次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已经告诉你了，这里不都10的负7次方摩尔吗？然后这是什么情况下产生的？都是1公升的时候嘛。所以因为它的那个体积都是1公升，所以就除以1公升除以1公升，所以就变成什么东西了？就变成是10的负7次方 m。这边呢也是一样，就变成了10的负7次方 m。我从摩就变成摩尔浓度了，所以把它记下来哦。25度 C，25度 C 的时候纯水，它的两个浓度呢都是10的负7次方。OK， 可以了哈。好，然后再来这边一样打星号，打5颗星。好，什么东西呢？就是如果在水里面呢加入了酸性物质的话呢，好记下来。如果是酸性物质的话，它的氢离子摩尔浓度把它圈起来。氢离子的摩尔浓度呢会大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浓度。帮我把那个门关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记下来哦。如果我加入的是酸性物质的话，我的氢离子摩尔浓度会大于氢氧根离子的摩尔浓度。好，那如果加的是碱性物质的话呢？好，把它圈起来。这边氢离子的摩尔浓度呢会小于它。好，那如果你怕你自己不清楚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现在这个有个表格，刚好就可以讲到这里了。你待会我们来解释这边好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水溶液是呈碱性的，所以这个应该很好记的哦。如果加入酸性物质的话呢，会解离出氢离子，所以是呈酸性。那假如是氢氧化钠的话，碱性物质的话呢，因为会解离出氢氧根，所以呈碱性，这个我想应该没问题。那如果加入食盐的话，这个很重要哦。如果你加入的是食盐跟蔗糖的话呢，是呈中性的。然后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哦，这个很少人都知道的，我加入蔗糖会不会导电？不会。对，把它写上去。我加入蔗糖是不会导电，可是我加入食盐会导电。会，我加入食盐是会导电的。哦，记下来哦。我加入蔗糖不会导电哦，因为蔗糖不是那个电解质。可如加入食盐的话呢，却会。所以你看到没？比较咸的会导电，比较甜的呢是不会导电的。OK， 好，然后在这边很重要，打10颗星。在25度 C 的时候呢，氢离子跟氢氧根离子的浓度呢是成一个固定的值，都是多少？都是10的负14次方。也就是说，它们两个相乘会等于10的负14次方。你把它写在旁边这边好了，就是 H 正乘上 OH 负会等于10的负14次方。两个相乘等于10的负14。所以你看下面这个表格有没有告诉你的？你看这边，如果告诉你说氢离子是10的负3的话，它的那个氢离子是10的负3，另外一边会多少？就10的负11。OK， 两个相乘一等于10的负14嘛。我讲错了，不是这边10的负11，是下面这个才10的负11，这两个是一组的。如果这里是10的负3的话，它下面这是10的负11，听懂吗？反正两个相乘一定等于10的负14就对了。所以考试会考你说，请问你盐酸里面有没有氢氧根离子？盐酸溶液里面会有氢氧根离子，答案是有哦，只是怎样比较少而已。好，那一样氢氧化钠的话呢，它的氢离子呢是10的负11，那它的那个氢氧根离子是10的负13，10的负3，
所以这两个相乘呢也是一样，是10的负14，会吗？然后呢，这个浓度谁的大？这两个的话，浓度大是这个酸性物质，这个浓度大是谁？是 OH， 是碱性物质。然后两个相乘一定都是10的负14 ，OK 吗？可以了哦。好，最后一个讲完我们就下课。那什么是 pH 值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这边写到的，把它框起来。就是当我告诉你说氢离子的浓度等于10的负 n 次方的时候，它的 pH 值呢就写成 n。马上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告诉你氢离子的浓度是10的负3次方，那请问你 pH 值是多少？当我写10的负3的时候，10的负3，那 pH 值呢就是3。哦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好，马上举个例子，看下面有表格例子有没有？比如说这边，当我告诉你说氢离子是10的负2的时候，请问你 pH 值多少？就是2。然后我是10的负7呢 ，pH 值呢就是7。10的负12的时候呢，就是12。OK， 好，那所以你要记一个东西哦，你记一下哦。我们要画一个表格，因为这个写这个你会容易搞混，用表格最快。好，写完我们下课。好，第一个这里写7，这里写1，这里写14。好，你记一下，只要 pH 值介于1到7的，都属于什么性？都是酸性。然后7到14的呢，就是碱性。如果刚好是7的话呢？对，刚好是7的话，它是中性。那我先说有没有那种0的？有没有 pH 值是0的？有哦。为什么？因为10的0次方不是水，10的0次方是什么？就是1嘛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可能那个氢离子是10的负1次？有没有可能氢离子末浓度是10的0次方的？有啊，代表什么？它超级无敌强酸吧？因为这个是不是越小，这个越大本来就是那个嘛？你看嘛，10的0次方跟10的负1次方，很明显的0次方一定比负1次方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没？这边告诉你的，反而数字越小，它是越酸的哦。然后应该是越靠近7的，它才属于弱酸或弱碱。这样听懂吗？哦，这把它记下来。下次我们可能要重新复习一下这边。OK， 可以了哈。好。